哎，大家伙儿早喽！4月15号星期二，大阪下雨了，从昨天傍晚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但是不大了。今天轻松跑，明天是早合练的日子。明天早上的课表是12个400，12个400，其实我挺喜欢的，因为其实没那么顶，400米不够长。今天咱们聊个什么话题呢？还是周末会长直播的时候连线，后来我听他的节目，听他那天的直播，听到的就是关于心率，好吗？一会儿咱们聊。小伙伴们，风特别大，特别冷，然后雨随着风忽大忽小，但是你们看往前看，差不多晴天的那儿大概是环球影城的位置，这很近，几公里，大概8、9公里的样子，有意思。你听这个风，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慢慢跑。特别多的小伙伴总是在纠结心率，我总说我这个频道分享我的经历，让大家遇到同样的问题不那么慌张。我也同时说，就是人们是不可能把别人的经历完整的听进去，或者说相信，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再是螺旋上升，而是这社会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强很多。我总说心率没那么重要，然后有的小伙伴其实是他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做不到。我也这样，我也经历过很纠结各种数据的时候，不管是左右平衡、垂直振幅、不扶不频、心率等等。但是你们看上周末会长的直播是不是也说比赛中不看心率，训练中其实也不用特别看，因为我基本上不看。但是不看有一个前提，就是您是以训练成绩为目的，您身体健康，不是小朋友，不是老人家，没有基础病，没有隐患。如果您是三高人群，为了锻炼来跑步，或者呢可能比方人家体检查到有这个先天的什么脑动脉血管瘤这种东西，那一定要看心率，甚至都不应该去做跑步这种运动。跑步其实就算我现在这种慢跑，它也不是一个很低强度的运动。这我说清楚了，就是适用人群。然后咱们再说心率，就是首先不管是看心率，还是有的人说呼吸，各种这些其实对您的目的都没有用，或者说它不那么直接。因为你的目的，比方说很多小伙伴都说我要破3，那现实的比赛中4分15秒1公里，跑42公里，再加195米，你就破3了。这里边没有心率、呼吸、不频不服什么事儿，对吧？为什么人们都看心率呢？是因为我个人判断，心率是一个容易测准的，目前成本低的，然后看起来呢又能就有点玄乎的一个事儿。它比直接问你跑多快显得高级一些。小伙伴问怎么降心率，那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刚才，就是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就像您问我怎么能像吉普乔格跑那么快。那我告诉你说，他出生在肯尼亚，从小在高原长大，然后每天跑多少公里，或者说现在每个月跑1000公里，有的运动员每个月跑1200公里，有的运动员每个月跑800公里。你就这么跑，我觉得就是不客气的说，就我如果能够吃下这个量，我也能过1。但是吃下这个量本身，它就是一种身体的条件，就不是所有人说，或者这么说啊，跑步这事儿，我虽然说它是一个日积月累，它是一个可以笨鸟先飞，它是一个付出就有回报的事情，
但是呢，对，或者说它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事情，但是跑步也是残酷的，就是你不行，就是不行。你跟我说，告诉我一个月跑800公里，再加上合理的长距离和强度，我就能跑到什么成绩？这成绩对我有诱惑吗？很有诱惑。但是我会这样做或者能做到吗？我做不到。不光现在做不到，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到，因为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天花板就在那里。然后略微有一点点跑题，但是我想说这个事儿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心率也好，呼吸也好，什么都也好，它其实都是帮助你能跑得更快。很多小伙伴会说，有人说了，说要维持一个低心率的有氧，这样呢，基础打得好，然后能跑得更快。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每个人，成年人，基本上今生马拉松能跑多快，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天花板的。就我到现在，可能我的认知被我的能力所限制了，就是我只能认知到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就我目前的认知是这样的，而大部分时候，大家认为的初跑者认为的那个基础，在就还是同样一个你跑到你的天花板附近的时候，再看那个什么都不是。这个怎么比喻呢？就像我们上小学做四则运算，刚学完加减乘除，那你也就是做个2-3年，然后紧接着你到中学就开始更复杂的东西了，对不对？如果你一辈子只做四则运算，那你做10年、做20年、做100年，你别说考不上大学，高中都考不上。这就是这么个比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慢跑，对很多初跑者来说，速度就不慢了。然后呢，可能初跑者跑这个配速，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印象中差不多心率得170，甚至180，夏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就降。但是跑步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线性进步的事情，就是从8分到7分，和从7分到6分，6分到5分，5分到4分，4分到3分，它不是说我付出的努力都是一样的，或者说进步的节奏都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大部分小伙伴听这个是可能从8分开始，他看到了好处，他很快可以跑到6分多，然后就对这个坚信不疑。但是从6分到4分的过程，靠这个就没有用了，或者说用处很小了。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加减乘除一样，四则运算，你在二年级、3年级把这做好了，你考试能得100分。但是你到13岁把这做好了，那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你到18岁才把这做好了，那时间就都过去了，那考大学是没戏的。这就是我的观点，这比喻我觉得还算恰当。那反过来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就首先，初跑者进步的过程中，如果您已经能跑6分多的配速了，那不妨就多试一试，就是我说的可能带引号的阈值吧，因为对您来说，可能阈值也不一定能够准确的找到，就是可以考虑每次都跑快一点，您也有基础了，而且呢，你心里应该也踏实。首先，您确保身体是健康的，然后呢，多跑一跑这种，你感受一种那种心脏蹦蹦跳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就总在舒适区，意义是不大的。像高手们或者快要破3的小伙伴们跟我说：“哎呦，比赛一起跑一看，心率160，怎么办呀？”那您说怎么办？你想破3吗？想破，那就不能减速，对不对？那您怕的是什么？那无非2点，有的人可能怕身体出问题，这可以理解；有的人可能怕自己顶不下来，这我也经历过。比方说去年神户那么热，
我是目标赛事，我到半程的时候心率就180多，但是我的选择是说能多顶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这场比赛应该是没戏，不会太好，这是我内心知道的。我内心知道这也不是通过心率来的，是通过体感来的。就是你们看，有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做的比较激进，他不代表就是不想让这些东西干扰自己。当然前提是那得是能跑到第一集团的运动员，否则他时间也看不见。第一集团前面有个车，车尾巴上有一个时间。其实特简单，就是人想不被外界的东西干扰是很难的，我也做不到。我在比赛的时候也看，但是呢，我不会认为这样是对的，或者我不会认为这样是有意义的。像回看我无锡马拉松冲刺的时候，那心率都188、189，但是当时我体感特别好，我还能说话。就是高心率和低心率这个事情呢，跑多了您能感觉到。它并不是太能左右，当时的运动表现或者短时期内的。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影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那个，中考体育这种，在没有任何的训练基础下，就包括我这一代人，那时候虽然也是天天跑着玩、踢球什么的，但是你没练过就是没练过，1000米累得要死要活的。就觉得完了以后，哎呦，喘不上气来，然后呢，都要就是嗓子都有血味儿，觉得一切都是因为心肺不够强大，造成我跑不快，这是一种心理暗示。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从小造成的。但是如果你是从小就训练有素，在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天天就像非洲运动员似的跑着上下学。等他开始跑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心肺不是个事儿。马拉松最后制约你的都是肌肉耐力，还有肌肉的抗破坏能力。这期我说的有点散，但是都是有感而发。那天我听会长的直播，好多的理念，其实，可能不谦虚的说，我有很大一部分跟他不谋而合。人家是专业的，肯定听过专业的教导和。他每天练得多，比我体会也多，但是我就这样练，我自己也能体会出差不多的东西。最近还会和大家分享，所以劝大家的最重要的马拉松训练就是多跑，没有了，就是多跑，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能恢复过来的范围内，多跑就好了，好吗？今天真的特别冷。一会儿咱再聊。4月15号星期二清晨，训练结束，雨还没停，哩哩啦啦。15公里轻松跑，平均配速5分22。在大阪城遇到一位好朋友，一起跑了差不多1公里左右，相对快一点。运动表现正常，训练负荷较小，有氧效果维持，最快1公里4分26。心率129，今天是调整，然后明天是合练的日子，12个400米，整体的强度就这么看12个其实不少，但是对我来说呢，强度够，量呢一般。明天还是差不多5公里6公里热身结束，然后跑12个400，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在大阪城吃早餐，所以明天的节目会稍微晚一点。然后4、5、6 3天都是调整轻松跑，然后周日是一个70公里的训练赛，没准可能中间停一起吃个东西呢都有可能。就是慢慢最近拉了长度，这个月不打算顶极限的强度，这个月在下旬之前把自己的长距离的能力往起顶一顶就好了，行吧？至于心率这些的事情，其实大家就按时常规的可靠靠谱的体检比什么都管用。平常注意生活，注意起居，然后训练的时候呢，你说训练哪有不难受不吃苦的呢，对吧？行，不多说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